嗨，大家好。在上一支影片呢，我们介绍了 Rhino 中关于 NURB Surface 的基本概念，那也介绍怎么样去分割一个曲面。那我们今天就来操作一下跟分割曲面有关的案例吧。我们来画画看一些基本的行架。那我们先把画面切换到 Rhino 的 Front。我们先来画一个简单的曲线。好，假设这样。我不会画太复杂的，就主要是可以让大家看清楚这个形状就好。然后我用这个曲线呢，我用环形阵列的方式 ，array polar。然后我的终点是在这个位置，我选择4个项目，然后旋转360度，直接按空白键就好。这样我就做好环形阵列了。然后呢，我现在想要将其中的这2个曲线，我要将它翻转180度。好，直接用钢板翻转，然后呢，这时候我再用 Move， 我把它移到这个位置，这样就有点像一个马鞍的形状，有没有？然后这时候我们用 Full Edge Surface 在这里，我们把这几个点，注意按照一个顺序，可能顺时针或逆时针这样，然后把它选取起来，这样就画好一个面了。我们把这个面汇到 Rhino 里面，按右键选择 Save on Surface。那我们要分割曲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 Surface 底下这边有这一个 ISO Trim， 然后它这边会需要给一个 Domain， 我们到 Mask 底下这边选择配合这个 ISO Trim 的这一个 Divide Domain 平方。好，这个 Domain 呢，前面有提到我们可以直接把 Surface 送进来，所以我直接把它送进来，然后这个 Surface 也先送进 ISO Trim 的这个 Surface 里面。那我这边想要分割 UV 的 count 呢，先不用太多，我给它一个5，分别给5，然后这时候再把这个数值送进来，这样我的这个曲面就分割好了。好，我先把我 Rhino 中的曲面我把它选取起来，我按个隐藏。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面这边，你看它这边变成的是25笔资料，我前面原本这边只有1笔，就是一整张大片的面。我被分割完之后呢，它就变成这样一小块，这样一小块，这样一小块。那它现在这边呢，每一个面它都是单独的1笔资料。那这时候我可以直接将这一个面，这一个小的面，我直接将它炸开，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一个面它的边、点这些资料。我们到 Surface 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Deconstruct Break。好，我们把它送进来。好，取得这些点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的顺序。因为我接下来想要画行架，好，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然后我把这个 Point Size 我把它调整成2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啊，它会每笔资料，每个单独的面，它的这个点的顺序会先糊在一起。所以呢，我这边先做给大家看。我用 List Item， 我把其中一个面单独选取出来，所以这个是第一笔资料。然后我先把它替换掉。我们来看一下它一个面它炸开这个点的顺序，它是这样子0、1、2、3这样顺时针。那我们如果想要画行架的话，我想要是0跟2，它会去做一个连接，1跟3要来做一个连接。好，所以这时候呢，我需要将这些资料单独选取出来之后再去做配对。所以呢，好，我这边把这个 surface 送回来了。我这时候啊，我一样用这个 list item， 我把它移到这里来。我把这个新的这个 vertex 我把它送进去。刚刚说我想要0跟2、1跟3，对不对？那我可以在这边前面 index 这里，我可以分别打0跟2、1跟3这样，然后后面再去做连线。又或者呢，我可以这样子，我把这个 list item 稍微放大，你看它这边有加号出来，我直接在这边按3次，因为它总共就是只有4笔资料，所以就是0、1、2、3这样。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到 Curve 这里，我们选择这个 Line， 我们把0跟2送进来，
好，往下复制，然后1跟3送进来，这样我就画好一个面上面交叉的这个线了。而且呢，虽然我这个原本这个面它是曲面，对不对？但因为我现在是截取它4个这个边点，然后再来做连直线的这个动作，所以我这个东西它会是直线，而不会是曲的。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画的是横向这边的这个线。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它原本啊 deconstruct break 这里取出来的这个线啊，它其实是曲线，你看它是弯曲的，是弧的，有没有？那呢，我希望它是直线，所以呢，我其实是想要它这个点跟这个点直接连接起来的这个线。那这个时候呢，我除了直接从 vertex 这边，我还要这样子 list item， 然后每个去重新做连线之外呢，我也可以直接利用它这边原先已经炸出来的这每一个4边形的这分别的这4个边，你看它这边每一笔资料是4个，它每一个线段都是单独的。我直接将这个线段呢的终点跟起始点，我们用 endpoint 这里。好，我们直接把这个线段送进来，这样我就可以取得每一个线段的起始点跟终点，然后又是起始点跟终点，起始点跟终点。这时候呢，我只要直接把这个 line 送进来，好，这样的话我就其实已经直接画好这样直接的直线了，就不用再另外再去用这个 list item 去做0跟1，然后1跟2这样的一个配对。好。那我这些基本的这个格线画好之后呢，好，我先把前面这边隐藏一下。我接下来要画的是第2层的面。那我们在画第2层的面呢，你除了可以直接把前面这个 surface， 我们用钢模把它往上或往下移动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 offset surface 的方式。我们到这个 utility 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offset surface。好，我们把这个面送进来。然后我这边 offset 的距离呢，我先选择5好了。offset 过后的面呢，它会跟你单纯移动的面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它会是往你这个面的法向量去做一个偏移，所以你这个面，你看它这边是一个斜线，有没有？下面这个面它的面积其实是比上面的面还要小的，所以呢，如果我把这个5这边我给它一个复数送进来，它会变成是往上。好，再看你们需求。那这边我直接把原本的5送进来。好，那这时候啊，我可以直接把我们上面刚刚做的这些，我全部把它全选起来。这个可以不用。好，我把它往下复制。好，然后呢，我直接把这个 surface 替换掉原本的曲面的这个输入端。好，这样下面的这个面很快的就做好了。好了之后呢，我们需要画的是中间这边的，因为它现在是整个浮起来的嘛，它中间还会需要有一些连接。那中间的这些线段的连接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它这些点的资料的这个顺序的一个配对。你看它上面的这个面，上面这个面它的顺序是0、1、2、3，有没有？那下面这个面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顺序应该会跟上面会是一样的。所以也是0、1、2、3。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把上面这个 vertex 跟下面这个 vertex， 我们直接把它用 line 连接起来，就会画好这个空间的这个直线了。这样，这个直向的这个线就画好了。那接着呢，我还想画另外一个方向的线，就是一个斜线的。那这个要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它资料配对的顺序哦。好，我直接这边我先做给你们看就好。我先把，因为它现在每个都糊在一起了，我把每一个面的这个好，我先把它截取出来。我现在想要做的是斜向的线，我想要画这样子，下面的这个0，它会跟上面的1，然后下面的1呢会跟上面的2，下面的2会跟上面的3，
下面的3会跟上面的0，所以这样其实是不是我上面这一笔资料，我原本的0，它直接往这边偏移了一次，整个是这样顺时针偏移过来的嘛？也就是说呢，我如果往顺时针偏移1个单位的话，我这个0，它就会变成是在这个位置。那这么一来呢，0跟0的配对是不是就会是这条斜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我直接给它。我们给它一个 shift list， 就是偏移资料的这个。好，我把它再往下移一点，有点挤。好，我把这个 vertex 送进来，然后再看一下它。你看它的这个顺序就改变了。那这时候呢，我这样子332211这个资料就是直接配对得上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我们把偏移过后的这个点跟下面这个原本的这个点，我们直接来把它做连线，这样子就会有这个斜向的线了。好，那我把这个刚刚截取出来单独的，我先把它删掉了。好，我们再来重新做一次。那我们就把这个点的显示也先删掉。好，我们直接给它一个线，这边一个 line， 原本的点跟偏移过后的点。好，这样这个斜向的线就连好了。好，稍微缩小一下。这样子的话，其实已经基本画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只要把这些线，我们给它长一个管状，就是让它有一点厚度。我们呢，可以到 Surface 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Pipe。那在长这个管状之前呢，我会希望说我的这个线呢，它会是有一点层次的。比如说我这个框线，我希望它是比较粗的。那中间这个斜向的这个有点像斜撑的，它会是比较细一点的。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先用一个 curve 的这个电池，我们可以来把我们这些线来做一个汇整，让它变得比较整齐一点。我们把这个接下来要比较粗的这个线呢，我把它选取出来，然后还有中间段的这个线 ，Shift 按住，还有这个线，好，这些线呢，我是希望比较粗的线。那接下来的线呢，都是想要稍微细一点的。好，我一样直接把它汇整进来。好，这样子我再把前面的一次做隐藏。这么一来呢，我这样直接点选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选到这几个我想要比较粗的。好，那我直接把这个 pipe 往下复制一个。那这个比较粗的半径呢，我们给个0.3好了。好，我直接送进来。然后比较细的呢，我给0.1、0.15好了。好，这么一来就画好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它简单做一个上色。我们到 Display 底下这边呢，我们用这个 Custom Preview， 然后再回到 Parameter 底下这边有这个 Color Swatch。好，一样分别给个颜色，往下复制，送进来。然后我这个颜色呢，可能是这个颜色可能是这个，这样。好，然后比较美观。然后我可以把前面的这个面呢，来将它做个隐藏，这样就简单的画好了。那在画这种行架啊，其实 Grasshopper 有一个外挂，就是画这种曲面的分割，或者是你想要做行架的话，还蛮方便的。它叫做 Launchbox， 我现在这边有装。之后我会有一系列的课程是专门在讲各种插件的。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先自己去找这个 Launchbox 午餐盒来做安装。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针对面的分割，或者是直接长行架的，你也可以看它的一些影片介绍，或者是网络上面有一些其他的教学，就是针对这种在画这种行架，还蛮方便的。那我们今天画的这个行架，如果是直接这样的方式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只是先做操作而已。那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这个面呢，它的这个边线，这个外框的这个线，它其实是这样子一个框，对不对？
然后下面这边有一个框，然后这条线啊，它其实就重复了，因为我这边是一个四边形，下面这边又是一个四边形，然后在下面这边也是一个四边形，它中间这边其实是共边的，所以它这个边的数量其实会比你预期的还要再多一点。那这个操作案例我们里面就先不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先讲解一下说这个面的分割还蛮常会有哪些应用，大家先了解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就好。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一开始呢，先在 Rhino 里面画了一个基本的马鞍形的一个曲面。那接着呢，我们用上一堂课有教到的这个 isotrim 配合 divide domain 平方来做一个曲面的分割。然后我们将这个分割完每一个单元小的这个曲面呢，我们再将它进行炸开，来取得这个每一个小的面的边跟点。那接着呢，我们针对这些点来做顺序上面的一个配对，比如说我想要0跟2、1跟3来做一个连线，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些这种画斜线的这个效果。然后接着呢，我们最后将这个面整个往下 offset 或者是移动了，来产生它第二个层次，然后再将上面这些动作重复再做一次。那中间有做的呢，是我们有将这个点的这个顺序来利用这个 shift list 来做一个偏移，来将它的这个线跟线的配对变成是画斜线的一个效果。那最后我们将这个曲线做 pipe 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上色。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